这世界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社交头像觉醒超凡能力，有人头像是奥特曼，觉醒便可化身为光守护一方；有人头像是七龙珠，觉醒超级赛亚人横扫宇宙；还有人钟爱宠物当头像，觉醒后更是可以召唤出强悍的凶兽辅助战斗。但还有些人用生活照或是黑暗系做头像，可这将全会化为邪灵恶灵为祸人间。而我前世头像却是王静子，除了会喊真香什么能力都没有。不过好在我是职业绘画师，想要什么头像完全可以自己亲手打造。随即我立马起身下床，打开电脑准备绘画。时间不等人，还有几个小时便要迎来古往今来人类最为黑暗的时代。届时邀月高挂，真正的黑暗笼罩大地，再也不是12个小时白天，12个小时黑夜，黑夜将持续20个小时。那些由生活照和黑暗系头像所化的邪灵恶灵，只有晚上才能出现，数量之多令人发指。他们游荡在街道上与小区中觅食，所幸的是他们不会主动冲击居民楼，而食物便会成为普通人最大的困扰。我前世就是因为在那2个小时的白天中出去寻找食物，顶撞到觉醒了强大头像的叶枫，被他无情地结束了生命。启动电脑，打开绘画软件，我从很多盘古罗侯祖龙网图中进行改善绘画，前所未有的专注与认真，出自我手的头像能获得他们认主的概率会不会大一些？我不知道，但总可以期待一下。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，夜里11点09分时，我长吁口气，露出一抹笑意，终于完成。只见电脑屏幕上集盘古、罗侯、祖龙、布罗利与卡卡罗特合为一体的头像，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，不由分说传出到电脑文件夹，然后发送到手机。在我一番操作下，所有的社交软件都对我换上了这个头像。可惜我没有比较要好的朋友，不然也可以提醒他们一下。片刻后，我一边吃着泡面，一边看着头像上的画面与时间，说我不紧张是不可能的。罗侯这样的万魔之祖，如果盘古不帮忙镇压，毫无疑问会第一个干掉自己，从而化作恶灵。待我吃完泡面，时间已经来到晚上11点55分。随后我关好门窗，别人不知道邪灵恶灵会不会主动闯入，只觉得不出门就不会有事，但我可是清清楚楚。这时地球有信息提示，怎么换头像了？当我看到是谁来的信息，感到有些意外。虽然跟他是同学，但我记得自己跟他貌似没说过几句话。我只是看了一眼，看到他的头像并非是生活照，并没有回信息，不然同学一场也可以提醒一下。但想了想，我还是回道没什么。如果接下来有什么暴动，想活命就关好门窗，躲在房间别乱跑。回完信息，我不再去看对方回了什么，而是来到窗旁欣赏的最后一眼这座美丽繁华的城市——上都，号称龙国第2首都。但身为宅男的我却不曾游玩过。距离14号0点的倒计时只剩最后的30秒，在这一刻，我的心态忽然变得很是平静。都死过一次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不外乎再死一次。倒计时最后5秒。4、3、2、4月14号0点整，一道撕开夜幕的血色闪电，伴随着一道仿佛末日丧钟的雷声响彻，妖艳血光照亮整个夜半球。原本看不到月亮的夜空，一轮妖异至极的血月高挂域外，照拂人间。惊吓的无数还在睡梦中人醒来，拿起手机查看时间。而就在他们拿起手机的刹那，屏幕上忽然散发炽盛的光芒，猛地照入其眉心处，使之昏厥过去，不省人事。但也有人的手机照耀出血色光芒，仿佛有厉鬼在咆哮，瞬间化作一个浑身冒着血雾狰狞阴森的灵体怪物。在手机主人还未反应过来时，张开血盆大口咬住其脑袋，然后像是喝珍珠奶茶般猛地一吸。这些都是使用生活照头像显化出来的邪灵，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人用的是这种头像。在这一刻，无故化作狰狞阴森宛若厉鬼的邪灵出现，甚至于有些邪灵恶灵凭空出现，这些都是被人遗弃账号头像所形成的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那些用恶魔当做头像的人，头像纷纷化作恶魔从手机里爬出，桀桀怪笑着吞噬账号的主人。这是黑暗系列头像所化作的恶灵，如果能被他们看中，他们也会认你为主，给予宿主强大的力量，但很少能得到他们认主者。龙国上都这座不夜城，在这个夜晚无数凄厉的惨叫响彻，而我所在的公寓内，此刻我早已昏厥过去，但意识却出现在一个混沌空间内。在这个混沌空间，我看着眼前的一幕非常的震撼，在我面前矗立着4尊顶天立地像是活物般的雕像，正是盘古、罗侯、祖龙、合体战士卡卡罗利。这看得我一阵发呆，前世我都未曾听说过这种情况，难道说是因为自己亲手把他们绘画出来的缘故？毫不夸张地说，我绘画出来的这个头像是绝对的原创，更是唯一。而我亲手绘画的盘古，并非网图或者游戏中满身肌肉粗犷的盘古，而是一位白衣似雪、身姿修长伟岸、不怒自威的神武男子。罗侯黑衣如渊，身姿挺拔，背负魔渊统摄万魔。祖龙龙衣遮体，银发如瀑，被生一金一银双龙。卡卡罗利，龙珠中卡卡罗特与布罗利的合体，发丝绿蓝之色相嵌，目光如电，战意无边。我稍微平复了一番心情，到底要怎样才能融合他们？想了想，我上前触摸合体战士卡卡罗利的雕像，当我的手触碰至雕像的刹那，后者光芒大作，全部往我体内灌注进去，顿时一股属于真正战斗民族的力量在我体内猛地席卷开来。在这一刻，我能够清晰地感应到，浑身的细胞都在这股力量下不断蜕变。与此同时，石像砰的一声化作齑粉消散，我感受着体内一拳能打爆一座房子的力量，微微的惊叹一声。融合完合体战士卡卡罗利，随后我目光落到盘古的雕像上面，伸手触摸上去，盘古雕像散发混沌之光注入我体内，不知过去多久，光芒缓缓收敛，但盘古雕像依旧还在。我满脸震撼，一身力量增加10倍不止，而且肉身强度也蜕变得很是可怕。奇怪的是，盘古雕像为何还存在？我露出异色，摇摇头，暂时不去多想，随即前去触摸罗侯雕像。罗侯雕像眉心处忽然动射出一抹紫黑色光芒，眨眼间进入我眉心，是神枪！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眉心识海中静静沉浮着一杆小小的长枪，通体紫黑色，萦绕着黑色的雷霆。祖龙又会给我什么惊喜？我期待地把手放到祖龙上面，瞬间2道轮鸣显
时，祖龙身体里忽然飞跃出2条小龙，钻入我的体内，化作2道龙纹附在心脏上面。我尝试触发银龙纹，顿时一套酷炫至极的银龙铠甲覆盖全身上下，一身力量暴增数倍。银龙战铠状态下的我，目光所至能看到空气缓慢的流动。紧接着又尝试触发金色龙纹，右手掌心中一阵光芒涌动，居然出现一柄黄金龙剑，散发着威严凌冽之光。祖龙雕像也没有因此破灭。难道说他们日后还能给我更好的东西？我一阵迟疑，并不去纠结那么多，意识回归本体。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：因为月亮变成血色，无数账号头像化作怪物出现。如果你还未遇到危险，请一定要关好门窗，等待救援。如果你的头像带给你强大的力量，请务必帮助你的邻居脱险。我意识刚回到体内，便听还开着的电视传来这样的声音，一看时间居然凌晨3点半。龙国第2首都上都，在一轮血月映照之下，整座繁华的城市鬼影重重，狞笑之音响天彻地，随处可见狰狞如魔影般的怪物，游荡在街道上、小区间，甚至有长着3个脑袋的女鬼，趴在居民楼的窗户上凄凄怪笑着，更有甚幻化作被追杀的人类，敲着居民房歇斯底里的求救着。邪灵、恶灵、魔鬼，在天上飞着地上游荡着，疯狂地寻找着在外的人类猎杀，遇到便猛扑过去，咬住其脑袋，吸干其一身血肉骨骼，留下一张瘆人的人皮。不知是何原因，他们不敢硬闯进去。哈哈，老子是帝皇侠，你们这些怪物都成为我净化帝皇铠甲的卡牌吧。某一座公寓大楼内，一位身穿着普通形态的帝皇铠甲，手持极光剑之人，霸气绝伦地砍杀着一只又一只奇形怪状冲来的邪灵、恶灵，护送着数位普通人进入房间。被他击杀的怪物都会化作一张卡牌进入他体内。畜生怪物吃我一记橡胶铁拳，你们快给我进房，怪物太多了，我快顶不住了。一位获得了海贼王路飞能力者，也在保护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大楼的普通人。超级棒棒糖，看我天山折梅手！来，怪物，让你们看看龙国神话齐天大圣的实力，给我死！血轮眼，永恒万花筒，怪物，还我室友的命来！你们无法承受我的怒火！长虹贯日，杀！吃我一招迪迦射线！世界各地一片混乱，西方世界在这一刻也转瞬从白天变成黑夜。得到觉醒头像认主之人，绝大部分都在救援内线，因使用真人头像被自己头像所化的邪灵追杀之人，以及受惊的普通人，各种各样的头像觉醒，人们得到的能力也是五花八门。能力不同，击杀邪灵、恶灵之后获得的东西也不同。帝皇侠击杀怪物能获得卡牌，猪猪侠能力者击杀怪物能获得超级棒棒糖，舔一舔就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。获得火影世界能力者击杀怪物后就可获得查克拉。头像觉醒者虽然有很多，但面对漫天的邪灵、恶灵，他们也杀不过来。即便获得非人类的力量，但在搏杀中消耗的也很快，只是杀10多只邪灵、恶灵，自身都要被掏空了，军队也派不上用场，子弹、炮弹之类根本打不到邪灵、恶灵，穿体而过不受影响。所幸的是门窗若完好，邪灵、恶灵并不会硬闯。躲在家里的普通人听着外面鬼哭狼嚎的叫声，皆躲在被窝里面瑟瑟发抖。最担心的是食物，如果食物吃光，是不是要被饿死？顾七绝所在的公寓内，他刚沐浴出来，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快4点了。看着使用卫星投影的新闻画面中，全是各种奇形怪状的鬼影飞舞肆虐，顾七绝并未感到半点压力与恐惧，更没有想过出去救人回来。性格孤僻的他，只身一人早成习惯，以前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以后也不会改变。救人什么的都去见鬼，提升实力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顾七绝刚穿好衣服，正准备点根烟，然后出去猎杀怪物。这时窗户外传来一阵敲击的声音，呵，他冷笑一声，来到窗户前扯开窗帘，哈嘎嘎嘎，顿时一只长着6个狰狞脑袋，像是壁虎般的东西映入眼帘，发出刺耳难听的嘎嘎怪笑，6双血色的眼睛死死盯着窗户内的顾七绝，要再上一世定会被吓到半死。但现在拥有一身强悍无敌的实力，顾七绝镇定自若，反而像是看猎物望着窗户外的怪物，打量后者一眼。顾七绝打开窗户，哈嘎嘎嘎，窗户一开，壁虎般的狰狞怪物便张开血盆大口扑进来，目标很明确，顾七绝的脑袋。死吧！顾七绝冷笑一声，弹指间击射出一道杀气，砰！这道气刚接触到怪物，后者便如气球般爆碎开来，掉落一颗乳白色晶石。听说获得什么能力，击杀怪物后所能获得的东西都不一样，
这颗乳白色晶石，难道就是能提升我实力的东西？顾七绝招手间，那一枚怪物所化的晶石就落入到他掌心中，掂量了一番，他有些迟疑，该怎么使用？难道要收入混沌空间？念及此，顾七绝沟通混沌空间，将手中这枚晶石送进去。啪！晶石刚入混沌空间，便啪的一声爆碎，化作丝丝缕缕的混沌本源消散。顾七绝轻嗯了声，能清晰的感受到，随着晶石爆碎，肉身力量强度与体内的战斗细胞蕴含的气增加了一丝丝，虽然很少很少，但的确是增加了。有意思，这就好办了。顾七绝真没想到，体内神秘的混沌空间竟然是这样使用的。关上窗户，顾七绝进入卧室，拿上手机，亮起屏幕一看，林妙云竟给发来了10几条信息，消息的内容都是在问怎么办，外面有怪物，怪物敲门了，怪物趴在我房间的窗户上，你还好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的头像是个普通的2次元人物，什么都不曾觉醒。顾七绝扫视一眼，回道：别问我怎么办，该问你男朋友之类，我与你似乎不熟。回完信息，把手机放兜里，准备出去猎杀邪灵、恶灵，寻找食物。任你实力再强，若无充足的食物，也会被饿死。尤其是顾七绝还融合了赛亚人的细胞基因，食量之大，令人发指。来到门前，顾七绝缓缓开门，结，嘎嘎嘎。刚将门开一丢丢，忽然一股巨力与狞笑从外面传来。顾七绝意念移动间，银龙战铠覆盖全身上下，黄金龙剑掌中出现，拉开大门的同时，凶猛的一剑力劈出去，噗嗤，凛冽的黄金剑气横扫出去，摧枯拉朽砍杀门外的2只邪灵，掉落2枚晶核。顾七绝虽然徒手也能打爆这些怪物，但实在太恶心狰狞，下不去手。血月高挂，社交头像诡异的觉醒，数之不尽的邪灵、恶灵肆虐在城市中，哪怕是获得头像能力的人，也不敢只身一人出门。但是顾七绝却准备一个人出去，反过来猎杀怪物，一剑砍杀堵在门外的2只双头怪物。刚踏出房门，聚集在走廊上的一只怪物纷纷的扭头朝他看过去。这些邪灵、恶灵的身体千奇百怪，有脑袋长在腹中的，有脑袋长在屁股上的，有长着人脸恶魔身的，有像是来自阴间的女鬼，等等等。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们长不成。恶心的看之欲吐。顾七绝一出来，走廊上一道道猩红嗜血的眸光几乎全部落在他身上，然后这些怪物们都一起动了，全部朝着顾七绝狂奔，或是飞在半空中，怪叫着扑去。当房间里面的幸存者听到外面的动静，吓得险些尿了裤子，躲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一声。顾七绝瞧着许许多多扑来的怪物，脚下猛地用力，像是一颗炮弹般直奔下楼的方向杀去。噗嗤，临近对面的怪物手中黄金龙剑散发刺目的金光，一剑横扫开去，恐怖的剑气破空，一瞬间便把前面挡路的几十只怪物斩得七零八落，最后剑气狠狠贯穿尽头的墙壁。顾七绝转身，又是一剑向身后的怪物扫去，炽盛的黄金剑气横空，照亮整条走廊，从怪物丛中扫过。就这2剑，便将走廊上的怪物清理干净，留下接近100枚晶核。顾七绝沟通混沌空间，将这一地的晶核收走，肉身的力量、强度以及体内的气壮大了一丢丢。清理完走廊上的怪物，顾七绝没有从电梯下楼，而是从楼梯。这里是9楼，能上到这里的怪物绝大部分都能飞或者拥有攀爬能力的。轰隆，快进房间啊，你们，老子要顶不住了。顾七绝刚下到5楼，便听到走廊上一阵大吼声、打斗声，怪物的嘶吼声传来。出来一看，只见许多未觉醒者正保护着一群普通人寻找完好的房间入住。几百只拥有飞行能力的怪物不断的嚎叫着扑杀他们。顾七绝看到了一位女孩，她拥有的能力好像是赤瞳之眼，艾斯德斯的能力，举手投足间锋利的冰刺贯穿好几只怪物身体。顾七绝看他们如此艰难，随手挥出数道黄金剑气，砍杀20-30只怪物。谁？突如其来的强大攻击，瞧得几位觉醒者露出喜色，纷纷的召见气息来处看去，但却不见人影，反而是那些乳白色晶核朝着楼道方向飞去。顾七绝习惯了一个人，并不想出什么风头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
整座公寓大楼遍布着怪物。顾七绝不断的击杀怪物，闯出这座公寓大楼，朝着附近最大的超市过去，随时会断电断水，食物和水很重要。离开公寓大楼，再也没有掩体做掩护。顾七绝刚出来，便被无数的怪物盯上，争先恐后，蜂拥着朝他扑去，数量成百上千，多得让人头皮发麻。顾七绝并没有恋战，直朝附近的大型超市杀去。夜晚敢这么只身一人出来，怕只有我敢这么做了吧？顾七绝一剑劈杀数只怪物，感受着体内因吸收晶核不断壮大的力量，屠杀的是愈发凶猛。哦！就在顾七绝即将杀到那家超市时，高空之上忽然传来一道狂暴的大吼。抬头一看，顾七绝瞳孔一阵收缩，那是一头长着一对黑色羽翼的3头地狱火鸟。顾七绝曾在网上见过这种图片，毫无疑问，这头地狱火鸟是某个人账号的头像所画的恶灵。恶灵远比邪灵厉害，而且还会口吐人言。这个人类是我的，你们这些废物都给我滚！地狱火鸟一声咆哮，恐怖的凶威浩浩荡荡，驱赶这方大地高空上的邪灵。在他这一吼之下，无数邪灵仓皇而逃。人类死！地狱火鸟战斗机般的庞大身躯裹挟着飓风俯冲，张开尖锐的大口，直奔顾七绝扑杀下来。望着如此一尊庞大大物，银龙战铠下的顾七绝并没有半丝惧意，运转肉身强悍的力量与体内细胞的气。当地狱火鸟靠近不足1米，顾七绝一剑横空，长达10几丈的黄金剑气逆发而上，刺目之光照亮这片大地。你面对眼前这一剑，地狱火鸟惊骇，浑身羽毛炸立，抽身就想退走。噗！但为时已晚，炽盛锋锐的黄金剑气斩下他一只爪子，接着噗一声贯穿其庞大的身躯。随着地狱火鸟不甘的吼叫之下，身体化作血光消散，留下一枚拳头大的乳白色晶核。顾七绝收起晶核，几个纵身消失在此地。不久后，出现在一家关着大门的大型超市外。附近的邪灵见有人类出现，张牙舞爪的怪叫着朝他扑去。顾七绝直接使用王子战法，调动体内的气凝聚成杀气，像是光点般散开。在一阵扑哧声中，但凡被击中的邪灵瞬间毙命，留下晶核。果然还是王子战法好用。顾七绝收起晶核，来到超市大门前，一剑劈开。为了食物，顾七绝可不管里面有没有人。这是升龙区最大的超市，贩卖货物种类之多，应有尽有。拥有混沌空间，顾七绝准备将之搬空。你是谁？顾七绝刚通过展开的口子进入超市，顿时好几位面露不善的觉醒者将他包围在中央。几位觉醒者，2女3男，总共5人。他们望着闯入的顾七绝，都在戒备着，脸上还有忌惮之色。顾七绝扫视这些人一眼，像是移形换位般，只是一步便走出他们的包围圈，淡漠说道：不想死，别对我动手。然后无视他们，把超市里的各种食物、零食、矿泉水等不断的收入混沌空间里面。这5位觉醒者瞧着能把东西凭空收走的顾七绝，震惊的同时勃然大怒。这些食物是我们的，你再敢收走一件，我杀了你！一位比较年轻的男子怒不可遏的呵斥道。顾七绝听着身后年轻男子的呵斥，并不为所动，把一大批纯纯净水收入混沌空间。你当真是不知死活啊！年轻男子再也无法忍受，不知用什么手段疯狂洗劫他们食物的混蛋，怒吼一声，整个人居然变成半虎半人，力量大增，锋利的虎爪直奔顾七绝脑门拍去。顾七绝转身，迅若雷霆的一剑猛然劈去，随着噗嗤一声，后者整个脑袋与半边身子都被劈开，横死当场，鲜血很快染红地面。早说过不想死，别惹我！顾七绝冷哼一声，在这个混乱时代，粮食可比性命还重要，谁敢跟他抢，休怪他手段残忍。无论多强，若没有食物吃，没有干净水喝，都得饿死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顾七绝不是圣母，反而自私自利。你！顾七绝那迅猛的一剑之可怕，瞧得其余4位觉醒者身躯一颤。其中有2人虽然比刚被斩杀的男子强，但是真能打得过这家伙吗？他们心中打鼓，但继续看着他大肆的洗劫超市里的食物、水，这也比杀了他们还难受。这位大哥，能不能给我们留点？眼看大半的食物都被洗劫，一位长相比较漂亮的女生
实在忍不住的开口了。顾七绝依旧无视，能吃能喝的东西一概不留，统统收走。即使给他们留下，待到天亮的4个小时，也会被其他觉醒者瓜分。洗劫完这家超市，顾七绝还要去其他大型超市，不能怪他不给其他人留活路。谁又给他活路呢？不多时，整座超市能吃能喝的东西几乎全被顾七绝收走。那4位觉醒者脸色铁青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我给你们留下了一些能吃10天半月的食物和水，等黎明破晓，邪灵、恶灵退去，带着这些食物和水离开吧，不然也会被其他觉醒者抢光。顾七绝并未绝情到洗劫一空，淡淡的扫视他们一眼，漠然的说罢，径直离开。怎么办？刚才让顾七绝留下一些食物的漂亮女生咬着玉唇说道，他说黎明破晓，怪物会退去，是真是假？不管真假，超市这么晃眼的地方，后续肯定还会有觉醒者过来。我们先把这些食物、水收起，如果黎明破晓时怪物真的会退去，我们立刻离开。对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外面那么多怪物横行，刚才那个人是怎么杀过来的？实力有多强横？4人商讨了一番，然后把顾七绝留给他们的食物和水都收起，补上被劈开的大门，静静等候白天到来。再说顾七绝离开这家大型超市后，用手机地图再度定位了一家比较大的超市，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。从刚才那家超市得到好多大米、水果、冷冻猪肉、鸡肉等等等，血月高挂，城市中鬼影重重，随处可见各种狰狞阴森的邪灵活跃。10多分钟后，顾七绝杀到定位的那家超市大门外，一波王子战法，杀气乱射，解决附近的邪灵。砰！仍是暴力的一剑劈开大门。你到底是谁？顾七绝刚从火口中走入超市，便见3个人挡在他面前，都是觉醒者。早在顾七绝出现在大门外面，他们就通过监控看到他了。这3个觉醒者，一个是漫威宇宙的毒液，一个是漫威宇宙的绿巨人，一个是漫威宇宙的雷神。顾七绝见状，暗道一声好家伙，这3个都是漫威迷吗？除却他们外，还有一些普通人，男男女女加起来20来个左右，都在戒备的看着顾七绝。顾七绝穿着银龙战铠，提着黄金龙剑，望着眼前之人，淡淡说道，当然是人类，屠杀无数邪灵，为食物而来。听说他是人类，在场这些人都大松口气，但又听说他是为食物，众人又变得紧张起来。跟个绿巨人一样的觉醒者说道，抱歉，我们这里的食物都不太够分，请你去别处看看吧。不错，请你走吧，或者留下来，我们组团，这样活下来的概率会高一些。毒液觉醒者瓮声瓮气的说道，念在你们这么多人份上，我只取大半。顾七绝默然说道，刚才有个超市的觉醒者阻拦，被我一剑劈死，是死是活全在你们的一念之间，想让他空手而归绝不可能之事，拿走大半算是仁慈。雷神觉醒者冷笑道，呵，拿走一半你怎么拿？我自然有我的方法，请让开吧。不到迫不得已，顾七绝也不想杀人类中的觉醒者，但若敢阻止就另说了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必杀之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拿走这里的大半食物与水。毒液觉醒者冷笑一声，让开到一边。他倒要看看此人依靠一双手能拿多少物资。顾七绝没有说话，沟通混沌空间，先是把那一排装着各种饮料之类的冰箱收起，10几个冰箱在他靠近之后就这么凭空消失，这看得在场之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怎么做到的？这些人面面相觑，顾七绝却不管他们想什么，随着他所过之处，四周的东西统统诡异的消失。这大哥怎么办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绿巨人觉醒者坐不住了，看向雷神觉醒者，要不要动手？毒液觉醒者着急的说道。短短1分钟，超市中2成的物资都被收走了，此人这般有恃无恐，还能杀到这里来，实力不容小觑。雷神觉醒者低声说道，若他真能留一小半给我们，便让他拿吧。超市这种是非之地，后续必定会有许多觉醒者组队杀来，事后我们该转移超市里的物资了。最后顾七绝信守承诺，只取走超市内1大半的物资。临走前道，中午12点到4点黎明破晓，所有的邪灵、恶灵都会退去，届时将有4个小时的白天，你们好自为之，尽快转移吧。声音落下，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黑夜之中。夜色森森，妖月高挂，龙国上都，鬼影漫天，各种狰狞的嚎叫之音不绝于耳。都政大厅最高会议室，诸位，谁能预料到社交头像能祸害世界的这一天？会议长桌首座之上，坐着一位魁梧中年男子，威严的目光扫视下方一众高层。
然后落在会议长桌中央的卫星投影上面。上都的卫星投影中分屏着6个画面，锁定着6只这座城市目前最强的恶灵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卫星莫名其妙多出一项功能，可检测出城市内所有邪灵、恶灵的灵能强度。卫星投影的9个画面中，正是上都这座城市最强的9只恶灵：一头西方魔龙，体型堪比一架客机；一条9头血蟒，体型长达100米之巨；一头血炎魔蛛，几十米之巨大的庞大身躯，堪比一座大楼在移动；一个浑身冒着黑气、阴森至极、白发森森的女鬼；一个扛着镰刀、披着死神斗篷，宛若勾魂使者一般的死神；一只浑身冒着黑炎的蝙蝠，体型之巨大，像是大型战斗机翱翔夜空中。他们有的在面对血月吐纳修炼，有的快速穿插在城市中，通过特殊手段迷惑房间里的人类出来吸干。军方一位高层说道：“都长，很棘手啊，这些由各种社交头像所化的诡异生灵数量过于庞大，热武器还无法对付。我们的军队虽然都觉醒了军徽之力，但也只是得到了强于普通人，能够对付普通邪灵的力量，还是得依靠那些强大的头像觉醒者。”叶都长点头严肃地说道：“此事我知道，所以紧急召集你们过来。卫星部，既然卫星能检测出城市中最强的恶灵，那么能不能检测到最强的觉醒者？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，否则寸步难行，无数民众都将被饿死。”卫星部部长是一个女人，她起立说道：“回都长，这是可以的，但若转换模式，就不能监视这些恶灵了。”叶都长满意道：“好，立刻让卫星部切换到检测觉醒者模式，我倒要看看上都最强的觉醒者是谁。记住，是最强。”是。卫星部部长答应一声，立即通讯卫星部转换模式。会是谁呢？众人目光灼灼盯着卫星投影。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还完好无损，是因为身为国家高层，所有社交账号头像都得是各自部门的头像，军队也是如此，需要用军徽当头像。上都的正规军皆觉醒了军徽之力，虽然没其他头像那么变态，但也很有发展潜力。但3万的正规军在没有热武器的加持下，在魔都术以亿计的邪灵、恶灵面前，根本翻不起任何风浪，需要找一个绝对强大的觉醒者来当军方的主心骨。嗡！片刻之后，巨大投影光幕内的景象一阵动荡，取而代之的是新画面。我的天，这是谁？太凶猛了吧！感知深一人出门，一见一只怪物，太暴虐了，在这么多邪灵、恶灵围攻之下，竟还能如此从容不迫。这就是我们上都的最强觉醒者吗？当上都在场一众高层看到投影上的景象，都下意识地站立起身。今晚的顾七绝化身一尊杀神，行走于黑夜之中，游走在一个又一个超世间，获得盘古霸体、最强融合赛亚人细胞祖龙纹的他，一身实力强悍无解。在外的几个多小时，还未遇到一只能挡下他一剑的邪灵、恶灵。不过这些邪灵、恶灵，每日白天退去，夜晚出现时，其实力都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。轰！龙！此刻他正在和10多只凶悍的恶灵厮杀，周身杀气萦绕，手中黄金龙剑散发的炽盛之光让人难以直视，纵横劈杀，剑气乱闪。用11分钟不到，10多只恶灵便横死当场，变成乳白色的晶核。这家伙好强，卫星突然增加的功能，是否能检测出他的实力？叶都常看得心惊。恶灵是比邪灵更强一个档次的诡异生物，好像有这项功能。卫星部部长点头，使用只有他有权动用的专属设备。随着他手指快速敲击着键盘，投影光幕内，顾七绝头顶上面顿时就浮现出一串数字：战斗力350至650。卫星部部长道：“刚才我看了一眼后台，我们上都最强的6只恶灵，战斗力全是400至700之间，而且他们似乎能够吸纳血月精华，战斗力一直在上涨。”说到最后，他表情变得很凝重。普通人的战力只有2到5，拳王级别的也不超过10，数百战斗力何等可怕！咦，这位觉醒者的战斗力也能增加。他收走那些乳白色晶核后，战斗力变成370至700了。这时有人轻疑道：“上都军方负责人孟军长皱眉道，看来邪灵、恶灵能吸收血月精华提升实力，而觉醒者则可通过猎杀邪灵、恶灵提升，但远远没有那些怪物提升的快啊。都长，如果我们上都的正规军交给这位来带领，有他坐镇，局势会不会好一些？至少在不遇到最强那6只恶灵的情况下，他可以带领我们的军队前往各地的粮仓，给民众们送一些粮食。
我们上都的粮食储备数量，全国能排进前3。别说上都在这场灾祸下死伤那么多人，就算都没有死，节省一些也能提供3到4年。现在唯一棘手的是，我们连出门都困难，更别提取粮。负责管理粮仓的那位高层起立说道，他之言绝非大话。6年前，龙国天师曾推算过，在往后的10年内，必有一场人类文明延续至今从未有过的灾难，虚广囤粮。龙国官方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因此，在这几年间，全国各省各市的粮仓都增加了10几倍。若是各大粮仓不被破坏，只要有强者能抵御邪灵、恶灵护送，在往后的4年内，上都城绝不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。前提是得有一批超级强者坐镇，不然都是一纸空话。顾七绝并不知道，卫星正在捕捉着他的一举一动，甚至于连自身的实力都被检测得一清二楚。他快速地穿梭在黑夜中，化身为猎人，疯狂地猎杀邪灵、恶灵。升龙区附近的超市几乎都被他光顾了一遍。强如他猎杀几个小时，体力都有些吃不消。现在的时间早上8点了，但依旧是黑夜。4点出来到现在，一路征战4个小时，差不多到极限了。换做其他的觉醒者，别说4个小时，在源源不断的邪灵、恶灵围攻之下，4个小时都难支撑下去。今晚收集的食物、水够他吃很久了，体能下降的太厉害。顾七绝不打算让自身陷入危险境地，准备再杀一些邪灵，便回去好好睡一觉。轰隆！9点时，顾七绝沿途折返而回。前方的街道上，忽然听到一连串的建筑倒塌之音传来。顾七绝闻声砍杀几10只挡路的邪灵，快速过去想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来到这条街道，距离还很远，顾七绝便感受到阵阵凶威扑面，身形隐匿在暗中靠近，顿时一头几10米之巨，外貌狰狞至极，周身血光滔滔，直立行走，手持血色魔刀的朱魔映入眼帘。顾七绝仔细一看，眉头深深皱起。只见那朱魔手中长达10米的魔刀横扫间，一座又一座居民楼爆碎坍塌。啊！猪妖，不是说这些怪物不会主动攻击居民楼吗？跑，快跑啊！该死啊！谁来救救我！倒塌的楼房中阵阵惊叫之音传出，许多的普通人心胆破碎，像是受惊的兔子仓皇而逃。混蛋啊！这头猪魔怎么会这么强？老子可是觉醒融合了萧炎的力量啊！但还是瑟瑟发抖。对不起了各位，这头猪魔我们也无法对付。草啊！我融合了太阳头像之力，他妈的，但也绝对不是这头猪魔的对手，一击就能干掉我呀！哪怕是觉醒者，面对这头猪魔都不敢停留半分，完全顾不得那些普通人，玩命的逃跑。这些觉醒者们都才觉醒而已，真正的力量都还无法体现出来，需要猎杀邪灵、恶灵提升。血食！猪魔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，张嘴猛地一吸，就有数位荒不择路的人类被他吸入口中，嘎嘣嘎嘣的咀嚼起来。灯笼般的大眼盯上几位正在玩命跑路的觉醒者，张嘴吐出一道血色罡风笼罩过去。啊！被笼罩住的那几位觉醒者惊叫，在一阵惶恐绝望中，没有半点反抗之力，统统沦为猪魔腹中餐。他还在观战，不出手就一下那些人吗？都政大厅，卫星部部长很不爽地说道：灵一，你不要道德绑架，他的战力跟血炎魔蛛相差不大，而且体能也不在巅峰，静观其便是明智之举。也有人力挺顾七绝，顾七绝头顶上的战斗力是450至850，魔蛛的战斗力是500至900，疯狂猎杀那么久，顾七绝的战力已经超过血炎魔蛛，可惜我体能消耗太大，不然可以尝试击杀这头猪魔。顾七绝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并没有出手的打算，转身就要离开。轰隆！却不曾想2道恐怖的血色刀芒狠狠劈开他藏身的楼房。人类，我早就发现你了！猪魔开口，迈开大步，血刀翻飞间，直奔顾七绝当头劈下。你想与我拼命？银龙战铠状态下的顾七绝声音冷冽，嗖的一声化作一道银色闪电，速度之快无与伦比，高高跃起，绕至魔蛛身后。啊！手中黄金龙剑龙吟之声阵阵，威严胜烈的金光照亮整条街道，气势如虹的直奔猪魔当头劈下。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顾七绝几乎是眨眼不到，便躲开朱魔血刀的横扫，来到他身后，凌空而起，发动强势一击。轰！朱魔从容不迫，一对巨大的肉翅从他身后长出，震荡出一股摧毁几座楼房的力量。顾七绝一剑落下，整个人倒飞出去10多米。朱魔也是身形踉跄好几步才稳住身形。这位大哥，需要帮忙吗？顾七绝刚稳住身体，几道身影从黑暗中出现在他身边，满脸凝重地看着对面的朱魔。这3人，2男1女，一位男子眉心中长着一只树眼，手持着3叉2刃戟，应该是杨戬头像觉醒者。还有一位男子，应该是五更纪民族大元帅逆天行头像觉醒者，手中的武器很像永恒之夜。最后那位女子像是日漫妖精的尾巴，艾露莎头像觉醒者。这3位联手在这个夜晚也在一直猎杀着邪灵、恶灵，战斗力都在200至400。刚觉醒阶段，很多头像觉醒者的能力并不能全部体现出来，需要猎杀邪灵、恶灵净化己身。顾七绝淡淡扫视3人一眼，直言道：凭你们这点实力，在这头朱魔面前还不够看？人类死！在他话落的刹那，朱魔狞笑着举刀杀来，看来不得不拼命了。顾七绝目光如电，轰然间毫无保留地释放自身力量，瞬间将自身提升至巅峰状态，祭出最强武器是神枪。右手黄金龙剑，左手是神枪，周身金色裹挟着淡绿色的战气，掺杂着雷霆，猛冲上前，当的一声震开朱魔劈来的血刀，随后一个纵身凌空，左手的是神枪，血光万道，雷霆缠绕，右手的龙剑金色战气化龙，直奔朱魔硕大的脑袋当空杀去。朱魔体型虽然庞大，但是反应极快，转手横刀抵挡。当，金铁交击，穿金裂石，恐怖的力量爆发，一猪一人被震退数步后，又激烈的厮杀在一起。战斗余波摧毁着街道上的房屋，隆隆之音不绝于耳。居住在这里的普通人都如受惊的小鸟远离，寻找完好的房屋进入避难。因为有朱魔这头恐怖恶灵在此，附近都没有邪灵、恶灵敢于靠近，否则这些普通人早被吃得骨头不剩。此人还有这头朱魔多好强，他们随便一击都能击杀我们。杨戬头像觉醒者望着远方狂暴厮杀的一人一猪，心中一阵凛然，这种程度的战斗我们根本帮不上忙。艾露莎头像觉醒者同样是一阵心惊。黑夜中，街道上血光滔滔，金光灿灿，顾七绝与朱魔杀得难解难分，各种手段尽出，狂暴余波轰的四周楼房一座又一座倒塌。顾七绝左手是神枪，右手金龙剑，速度之快宛若一道银色闪电，不断的向朱魔发动着猛攻。朱魔身体虽然庞大，但是反应与灵活程度丝毫不差，巨大的血魔刀翻飞间挡下击退顾七绝一次又一次全力的一击。该死，之前的体能消耗太多，若不能速战速决，怕是连逃跑都困难。布罗利的基因细胞不是该越战越强的吗？怎么不管用？难道要等到力竭时？顾七绝心中刚涌起这样的念头，一个不慎，惨遭朱魔一刀劈飞，撞穿了2座大楼才停下，体内血气一阵翻滚。但就在这时候，体内的超级细胞产生共鸣，一股更为狂暴的力量轰然间爆发驰来，呈现淡绿墨金之色，带着雷霆，像是光焰般在顾七绝周身爆闪。什么情况？难道只有我遇到伤害才能激增力量？顾七绝破开埋葬自己的废墟，全身力量翻倍，踏爆地面，像是一轮烈阳直奔朱魔暴冲过去。怎么回事？你的战力怎么能突然增加1倍？朱魔瞪眼怒吼着挥刀砍下，当的一声，顾七绝一剑震开，将刀震开，顾七绝手中的是神枪脱手而去，血光滔滔，像是一道血色迅雷，朝着朱魔硕大狰狞的脑袋掠去。吼！朱魔仰天一声嘶吼，域外高挂的血色妖月荡起涟漪，笼罩下一股血月精华，使得血魔一身力量骤增3倍，增加3倍力量的气势横扫开来。朱魔一巴掌就拍飞噬神枪，然后身体非常的迅速，比蒲扇还巨大的猪爪，又狠狠的一巴掌拍飞提剑斩杀到身前的顾七绝。空中无处借力的顾七绝结结实实挨上朱魔暴虐的一爪子，就像是被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山撞倒，身穿的银龙战铠多处蔓延裂痕，撞穿不知多少座大楼，惊吓的不知多少普通人惊叫，最后像是一颗炮弹般坠落在地上，砸出一个碎石崩飞的深坑。顾七绝体内的血气翻滚的让他很想吐血，
但就在这时，他一身的超级细胞产生共鸣，不仅压制下翻滚的血气，轰隆间爆发出一股更为狂暴的战气，战斗力又提升了3倍多。杀！顾七绝一身血液沸腾，战意直破云霄，伸手召唤回式神枪，当作是长矛，猛力朝着气势汹汹杀来的诸魔投掷过去，然后周身呈现绿金色的战气暴涨，提着黄金龙剑，一往无前，战意滔天，猛冲出去。你怎么还能提升？诸魔一阵惊悚，挥刀抵挡式神枪，当的一声，是神枪带来的强大力量，震得诸魔虎口崩裂，冒出血雾，身体噔噔往后退去，灯笼大的眼睛露出惊恐之色，他们的身体似乎并不是血肉组成。给我死！顾七绝像是一轮神阳横空，照耀整条街道的黄金龙剑，剑身上银龙与金龙交织，绝杀斩下。噗！这一剑太快了，剑光一晃而已，诸魔整个脑袋被砍成2半，身体随之消散，化作一枚足有人头大的乳白色晶核。好厉害！附近有许多还未离开的觉醒者，亲眼目睹顾七绝强势拼杀掉那头恐怖诸魔，众觉醒者看他的眼神都充满震惊。嗖嗖嗖！与此同时，有许多觉醒者纷纷的飞身来到，刚收起晶核的顾七绝近前。大哥，收小弟吗？我愿意追随于你。对，若是大哥需要，我等愿意为大哥马首是瞻。这些觉醒者们全被顾七绝一身强悍无敌的实力所折服，跟在这样一位强大存在身边，一定能活得更久。顾七绝扫视这群觉醒者一眼，不为所动，淡淡说道：想追随我，那就把叶枫的脑袋拿来见我。此人是上都叶家大少。说罢，他几个闪身间便已消失在黑夜中，从始至终他都是银龙战铠状态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上都叶家大少，嘿嘿，有必要猎杀一波了。对，带我一个，有机会干掉他，投靠刚才那位大佬。这些觉醒者都深深记住这个名字，然后3两成群的结伴离开。在这个时代，身为觉醒者的他们可说是大有作为，什么叶家大少遇到分分钟干掉。杨大哥，我们要不要也去猎杀叶枫？妖精尾巴日漫艾露莎头像觉醒者看向杨戬头像觉醒者，有些蠢蠢欲动的道：叶枫，呵呵，我跟他打过许多次交道，既然刚才那位大佬需要他的脑袋，那我就送上了。杨天辰放肆的一笑道：先继续猎杀邪灵、恶灵，如果太弱小，刚才那位大佬未必能看得上我们。好，我们走。3人组队离开。都正厅，叶都长双目微眯，他正是出自叶家，是叶枫的二叔。一众高层均沉默，顾七绝要杀都长的侄子，他们这时候也不敢再提，联系顾七绝委以重任之事，皆看着都长叶霆锋，等他说话。沉默片刻，叶都长沉声说道：卫星，仅次于除刚才要杀我侄子之人外的觉醒者，能说出这番话，显然在他心中，侄子大于顾七绝。是。卫星部部长林一点头，操作卫星探测其余的觉醒者。不多时，投影屏幕上面出现3个分屏。第一个分屏内的景象是一个20出头的女子，周身散发着清辉，随着她双手结印，杀伤力巨大的翠绿柳条穿空，正在与10几只战斗力高达400的恶灵战斗着。此女头上显示着战力350至700。好，700的极限战力，此女堪当重任。叶都长心中一喜，准备联系拉拢此女，再把其余2位一并拉拢过来。说实话，他还真怕其他的觉醒者与顾七绝相差太大。第2位是一位觉醒了黑龙头像，看似15、16岁的少年，也在外面杀着邪灵、恶灵，战力300至600。第3位不知他觉醒的是什么头像能力，不过战斗力300至550。无论你觉醒多强的头像，若不去猎杀邪灵、恶灵升级，那也是垃圾。顾七绝却是不知得罪了上都的叶都长，不过即使知道，他也不会放在眼里。在这个时代，他无惧任何人，哪怕是龙国国主，若敢招惹，一样照杀不误。与血炎诸魔厮杀，超级细胞共鸣了2次，这让他的实力提升4倍，非常的离谱。不愧是最强赛亚人融合战士基因，他的战力暴涨至1700至3600了，这让他恨不得继续找强大对手激战。难怪赛亚人都那么好战，原来战斗能使他们变强。但这里的战斗力却非龙珠里的战斗力，龙珠中的战斗力，几百战斗力就能毁灭一座城市。其实不仅是他，其他的头像觉醒者也有类似可增加战斗力的手段，比如有人觉醒萧炎头像，习得斗破苍穹体系的武技功法后，也能大幅度增加战斗力。其他头像觉醒者也差不多一样。
都有各自提升实力的手段，实力得到数倍提升。顾七绝没有急着回去，继续在外猎杀邪灵、恶灵，想再找一个比较强大的恶灵厮杀，但直到10点，都未曾找到一只比诸魔强的恶灵。11点左右，顾七绝回到所住的公寓，准备洗个澡，然后好好睡一觉。虽然每时每刻都能吸收晶核提升，但也只是实力上的提升，无法消除肉身上的疲惫。因为邪灵、恶灵并不会主动搞破坏。顾七绝所在的公寓还未停水停电，舒服的沐浴出来已经11点半了。顾七绝身穿睡衣，坐靠在沙发上，品尝着一杯红酒，看着电视新闻。新闻中的主持人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大致的内容是召集强大觉醒者，创建一个守护人类的机构。顾七绝看了一会，不是很感兴趣，还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，不受任何的约束。拿起沙发旁的手机，准备刷一会短视频，却见有一条林妙云发来的信息：抱歉，打扰你了。顾七绝上面回的消息是：别问我怎么办，该问你男朋友之类。我与你似乎不熟。看了一眼，顾七绝没有再回信息。他跟林妙云虽然是同学，但还真不熟。刷到的第一条视频就是关于这场灾难的视频，是一位觉醒者所拍，与邪灵厮杀的视频。这位觉醒者觉醒的是假面骑士头像，成为了假面骑士。当顾七绝刷到下一条视频时，微微一愣，视频内容正是他与诸魔战斗的画面，点赞数量高达900万，评论数量高达100万。顾七绝点入评论区，只见全是各种震惊的评论。点赞最多的2条内容：大佬可收小弟，我愿意给你生猴子。大佬能不能报一下你的位置，求庇护。顾七绝刷了几十条评论，暗自庆幸，还好有银龙战铠遮体，若不然会有很多没必要的麻烦。接着往下刷，顾七绝看到许许多多的头像觉醒者发布自己与邪灵的战斗视频。这些头像觉醒者千奇百怪，有各种日漫人物头像、国漫人物头像，还有特摄片的假面勇士、铠甲勇士、奥特曼。这是荒天帝头像觉醒者。刷了一会，顾七绝刷到一条视频，标题上写着吾乃荒天帝。视频中的是一位15、16岁的少年，周身血气滔滔，只是依靠一双拳头便打得一只又一只恶灵爆碎成血雾，化作能让他晋升的东西，能让荒天帝认主融合，此子不简单。他现在应该还是斑血境，撑死不过10万斤力量，与我相比还有差距。顾七绝很清楚，融合觉醒的头像所带来的力量前期都不太能体现出来。此外，身怀盘古、罗喉、祖龙，再加上卡卡罗特与布罗利合体的超级战士基因，顾七绝无惧任何头像觉醒者。后续顾七绝还刷到小猪佩奇头像觉醒者，能召唤出一只粉色的小猪仔战斗，引得评论区许多大笑的评论。奥特曼、假面骑士、铠甲勇士觉醒者的视频也刷到几条，但视频那么多，上热搜最火的还得是顾七绝拼杀血炎诸魔的那条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在还有几分钟就要到12点时，域外那一轮血色邀月逐渐的隐去，肆虐全球的邪灵、恶灵也在这几分钟内纷纷的随着血月消失。当指针走到12点时，血月、邪灵、恶灵都像是没出现过一般，消失的无影无踪，留下一张又一张不带血的人皮。一轮圣洁的烈阳高挂，普照被血月主宰了12个小时的星球。顾七绝来到窗户前，拉开窗帘，望着阳光普照的好天气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与他一般的还有无数人。天亮了，怪物都消失了，哈哈，我活下来了，活下来了呀！12点才天亮，接下来的夜晚会是几点？夜晚到来时，那些怪物还会出现吗？存活下来的人们望着高升的太阳，许多人喜极而泣，为活下来感到高兴，为死去的亲人感到哀伤。顾七绝的公寓在9楼，此刻通过窗户能看到一群又一群人从一座座居民楼中走出，四散开来，前往最近的超市寻找食物，但他们注定要失望。昨天晚上升龙区所有的超市都被顾七绝光顾了一遍。汪汪汪汪汪！然而就在这时，城市各地升腾起一条又一条金色光柱，直冲云霄。那是……顾七绝目光一凝，看到小区广场上也升起了一条光柱，金色光柱所在的地面上沉浮着一颗篮球大小的光球。
冲天的光柱，正是那颗光球所散发。怎么回事？前世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。顾七绝眉头微皱，低语间银龙战铠附体，随后一跃从窗户中跳出，呼啸着落地。砰！极限战力高达4000的他，从9层楼高落地，砰然一声震出一个大坑。落地的刹那，几个呼吸间来到那颗金色光球近前。这颗金色光球像是水晶一般，体表流转着道道红色的纹理，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。顾七绝刚来到这里，嗖嗖嗖，又有许多道身影快速而来，全是觉醒者。全球的邪灵、恶灵随着黑夜退去，城市中一条又一条金色光柱冲霄，映照的整座城市金灿灿一片。顾七绝刚来到最近的光柱近前，四周人影绰绰，10多位觉醒者相继到来。当见距离光柱最近的人是谁，在场的觉醒者无不微微一惊。身穿银龙战铠，手持黄金龙剑，短视频热搜视频就是他。你们要跟我抢夺？顾七绝扫视在场的觉醒者一眼，淡淡的说话间，伸手摘下悬空的金色光球，将之收入混沌空间内。不敢！这些觉醒者虽有不甘，但还是连连摇头，万没想到这个大佬会在他们这座城市，还在同一个小区里面。见没有觉醒者敢对自己动手，顾七绝也不理会，一步跃出人群，以最快的速度朝着下一条较近的光球飞奔过去。他依稀记得前世白天来临，并没有这些光柱内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散发金光的东西又到底有何用处？他很想弄清楚。轰隆！顾七绝刚靠近一条光柱，便见那片开阔的大地上，一大群觉醒者在乱战，在向光柱中心那一个金色宝盒冲去，但很快会被其他觉醒者阻拦。仔细一看，足有20-30位觉醒者乱战，有半龙人、半狮人、半虎人，还有一些战力强悍、以气御剑的觉醒者，能力各不相同，但却能碰撞在一起。顾七绝还看到一个女的，长着兔耳朵，正在施展着国漫斗罗小舞的绝学战斗。轰！顾七绝不管他们是谁，猛冲上前，手中黄金龙剑爆发刺目之光，猛地向战场处横扫过去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一道长达10几丈的黄金剑气一往无前的横扫过去，剑气浩荡，金光滔滔，扫荡开来。在一连串的砰砰砰声中，那混战中的几十位觉醒者无一例外统统被扫飞出去，瘫软在地，口吐鲜血，惊骇地看向同一个方向。顾七绝扫视这些觉醒者一眼，并没有说话，闪身间来到光柱近前，众目睽睽之下收走散发金光的盒子，然后离开，前往下一条较近的光柱。虽然不知道光柱内的东西有什么用，但对于觉醒者想必很有用处。刚才那位是短视频那位吗？果然强大呀，若他刚才想杀我们，必死无疑呀。可怕，他到底猎杀了多少邪灵、恶灵，才能有那身恐怖实力？一众倒地吐血的觉醒者望着顾七绝离开的方向，都心有余悸，感谢他的不杀之恩。接下来顾七绝不可阻挡，每到一处光柱之地镇压一处，短短10分钟不到，升龙区内的9条光柱他得到了6条，现在只有最后一条还亮着金光，所有觉醒者都奔着他过去。当顾七绝来到这里，四周已经围着许许多多的觉醒者，但场中只有3人在对峙。卧槽，这是谁？卧槽，这不是短视频上拼杀血炎诛魔那位银龙大佬吗？我去，他居然来了！那光柱中的那一座金色小门户，谁能从他面前拿走？随着顾七绝出现，现场响起一阵不小的骚动，众觉醒者们纷纷的为他让出一条通往中央的道路。场中正在对峙的3人目光齐齐看去，当见是谁，3人的脸色都有些难看。这3位觉醒者，一位身穿普通形态的帝皇铠甲，一位御剑立在半空中，一位身穿着吞噬星空中主角罗峰的魔云腾铠甲。这3位都很强大，战斗力至少有2000出头，他们的战力能提升那么快，应当是学习了所觉醒融合的头像中一些技能之类的，绝不可能是依靠击杀邪灵、恶灵所得。有好戏看了呀！在场的觉醒者们都露出看好戏的表情，有人已经在录制视频，准备发短视频，甚至还有人开直播。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在我们的小区里，真是让人意外。罗峰头像觉醒者目光灼灼盯着走来的顾七绝，金光内的小门户
我要了。顾七绝并未跟他们废话，很是霸气的开口。好说，前提是能过我这一关。帝皇侠觉醒者冷笑一声，挡在顾七绝面前，祭出极光剑准备迎敌。顾七绝本就是个少言寡语之人，此刻没有半句废话，直接出手，快若瞬移，一剑横空，力斩而去。帝皇侠觉醒者大惊失色，剑光快的不给他半点反应时间，便被狠狠的力劈在胸膛上，顿时就像是受到一座大山撞击，铠甲破碎，整个人横飞出去几十米，撞击在墙壁上才停下来，眼睛一翻，不知死活。帝皇铠甲是强，但与顾七绝的战力差距大半，又怎能挡得住？你们呢？一起上吧。顾七绝转头看向那位御剑半空中的女子，和罗峰投向觉醒者。嗖！御剑女子没有说话，而是御剑穿空离开。哼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超越你。罗峰投向觉醒者不甘的轻哼一声，转身离去，射退这里的最强几人。顾七绝上去把金光内的小门户收走，而后不做停留，向着城市中其他还未消失的光柱快速过去。好强啊！所有觉醒者当中，你们说有没有比他更强的存在？不好说，敢在昨晚只身一人出去猎杀邪灵、恶灵，还敢独自面对那头诛魔，他恐怕就是目前最强的觉醒者。算了，走吧，金光内的东西强者才能得到。我们前往都政大厅，新闻说要创建一个守护人类的机构，还有许多粮仓的粮食，需要依靠我们护送。对，走，为国效力，义不容辞。在场的觉醒者们望着顾七绝离去的背影，都面露向往之色。而顾七绝现在有些紧迫感，别人能学习各自融合的头像技能之类，暴增战力，但是他的盘古霸体怎么没给一些秘法学习？还有罗侯只给了他一改式神枪，祖龙纹的银龙铠甲到现在也没给他增加战力的功能，而今唯一能让他增加战力的方法，就只有超级细胞。问世的金色异宝是顾七绝前世从未见过的，问世不到1个小时便被觉醒者席卷一空，顾七绝也只获得了6件金色异宝。当所有的光柱消失，他就回自己所住的公寓了。刚回来关上门，想研究一下得来的异宝，不曾想这时有人敲门。顾七绝通过猫眼一看，只见是个女子，而且他还见过，正是昨晚5楼中保护一批普通人进入房间，好像是觉醒了日漫赤红之瞳艾斯德斯头像能力者。他为何来此？顾七绝狐疑打开房门。你好，我叫柳倩，谢谢你昨晚出手相助。刚把门打开，这位女子便笑着向顾七绝感谢道。柳倩之所以敢这么确定顾七绝是昨晚帮助他们的人，是因为不久前他穿着银龙战铠从窗户中跳出时，正好被他看见，望着眼前这位高冷英俊非常有魅力的男人，他笑得很甜。举手之劳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顾七绝看着眼前无论是身材还是相貌都无可挑剔的女生，淡淡的说道。柳倩微微一呆，没想到对方如此冷淡，但还是很礼貌的笑道，倒是没什么事情，只是知道昨晚是你帮助后特地来感谢的。不用谢。顾七绝说罢把门关上。柳倩一阵发呆，万没想到这个人如此高冷，自己无论身材还是容貌都很 OK 的好吧，也不邀请自己进去坐坐。苦笑一声，柳倩提步离开。再说顾七绝关门之后，便在大厅一一取出所得的9件金宝摆开。女人什么的怎有一宝吸引人？第一件金宝是一颗篮球大小的金色光球，体表流转着暗红色纹理，看上去很是不凡。第二件金宝是一座金色的小门户。第三件金宝是一个金色鞋盒般大小的金色盒子。第4件金宝是一颗金色珠子，体表流转着丝丝缕缕的黑气。第5件金宝是一个金色的小瓶子，通过瓶孔可见内部弥漫着某种气体。第6件金宝是一滴金色像是眼泪般的东西。第7件金宝是一枚不知名的金色小印。第8件金宝是一口金色的漩涡。第9件金宝是一滴金色的血液。顾七绝一一打量着眼前的9件金宝，拿起那颗金色的光球把玩，很是好奇它们都有什么用，要怎么做才能用到它们。尝试一一注入自身的气，但都如泥牛入海，不见效果。这是一滴金色的血液，难道可以直接服用？顾七绝的目光落在那一滴金色的血液上面，这一滴金色的血液有一层看不到的薄膜包裹，实在琢磨不出这些东西能怎么使用的他，很想吞下这一滴金色血液试试。脑海中出现2个声音，一个声音让他吞下去，一个声音让他别冒险。顾七绝摇摆不定，片刻他狠狠一咬牙，
张嘴吞掉手中的金色血液。嗡，金色的血液入腹，顾七绝只觉得像是吞下去一个太阳，一股无比恐怖的热量瞬间席卷开来，把他整个人像是铁球般赤烤，皮肤赤红一片，浑身毛孔喷着热气。操！完了！顾七绝双目通红，双拳紧握，浑身青筋暴起，嘴里发出痛苦且低沉的咆哮，整个人仿佛都要被体内的那股热力煮熟，鲜血在沸腾，浑身在冒烟，身穿的睡衣被点燃。顾七绝一步并三步冲入浴室，打开花洒冷水冲洗，但是没用，冷水刚接触到他皮肤上，便化作水蒸气消失掉。草，难道要完犊子？顾七绝很绝望，瘫倒在地，疼得他嗷嗷直叫，不断的翻滚。不知过去多久，在他意识模糊，就要失去意识时，体内的那股热力忽然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和无比，让他如浴升天的能力席卷全身。与此同时，体内还未修炼出气的超级细胞，在那股温和的能力洗涤之下，10万、100万、1000万、1亿的超级细胞被激活，每一颗超级细胞内绿金双色的战气宛若混沌翻滚。顾七绝现在觉醒了整整1亿的超级细胞，总共9000兆，肉身力量与强度也在暴涨，达到一个临界点后，砰的一声，顾七绝体内像是有什么东西破碎，嗡嗡2声，顾七绝体内小腹部位浮现出2座冒着混沌气的荔枝门户。随着荔枝门户成型，顾七绝的力量再度得到暴涨。在同一时间，心脏上的2道祖龙纹也在闪烁光芒，变得比之前大的1倍。眉心识海中的噬神枪在体内神秘力量的洗涤之下，雄威更甚，仿佛有自己的想法了一般。呼，10多分钟后，顾七绝张嘴吐出一口热气，感受着体内暴增的力量，冷峻的面孔上露出笑容，如释重负，整体至少提升了10倍，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极限战力在8万以上，提升的这么凶猛，待黑夜来临，那些邪灵、恶灵怕也会很恐怖。顾七绝想到什么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。据他所知，每个夜晚结束，待新的夜晚到来，消失的那些邪灵、恶灵不仅数量会增多，而且实力也会暴涨。顾七绝冲洗了一下，走出浴房，看着客厅余下的8件金宝，自语，既然注入气没有用，不知道滴血上去管不管用。想到就做，顾七绝划破食指，朝那颗金色光球滴上一滴自己的血，惊讶发现自己的血居然变成金色的了。毫无疑问是服用下了刚才那一滴金色血液缘故。当他的鲜血接触到金色光球，后者嗡然一声金光大作，嗖一声冲入他的体内，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，也无法感受到他的存在。顾七绝愣住，不见了。一阵猛圈的顾七绝尝试滴血那座小门户，当小门户接触到鲜血，同样是金光大作，进入顾七绝体内，但和消失的光球不同，顾七绝能感受到他在身体里面，而且意识好像还能穿过门户。既然他没有消失，顾七绝暂时不去理会，向那个金色小河滴血。黑夜与邪灵、恶灵退去，但幸存的人们心中的阴霾却无法拨开。这一个晚上死去的人实在太多，城市中街道上留下的一张张人皮便是最好的见状者。金色一宝风波过后，上都的觉醒者们都把目光放到都政厅。上白天到来，怪物退去，上都官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维护电网、水库，第二件事发布新闻与广播，召集上都所有的觉醒者，准备成立一个守护人类的机构。新闻发布会将在15点整开始，许多觉醒者都在都政厅、新闻发布会广场上等待。当然也有与顾七绝一般，对此并不感兴趣，依靠自身或者组队便能活下去的觉醒者。但更多的觉醒者还是响应官方的召唤，可容纳上千人的会新闻发布广场已经聚集300-400觉醒者，成立守护人类的机构。谁来当这个机构的领导人？是能压得住那么多觉醒者？谁知道呢？我感觉只有银龙大佬可以吧。刚才我刷抖音又刷到他了，还是我们上都的觉醒者强的一批。巧了，我也觉得只有银龙大佬有资格成为这个机构的领导人。对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来。在场等待的觉醒者们绝大部分都在议论着顾七绝。不久前他抢夺金宝石的视频也被人录制上传到短视频平台。要说全网现在谁最出门，无疑是顾七绝，无人能比。洛水姐，你说我们能压得住这些觉醒者吗？新闻发布会后台，一位身穿黑色劲装的少年通过大屏幕望着外面人山人海的觉醒者，有些头皮发麻的说道。他名唤赵峰，觉醒的头像是一条黑龙，实力强横，得到2件金宝的他战斗力破万了。奇怪，上都官方高层
为何不让那位银龙大佬过来主持场面，而是让我们来？一位身穿一身休闲装，气质有些慵懒，看似20出头的男子很不理解的道。他名唤周元，觉醒的头像是一颗天道之眼，战斗力也破万了。叶都长姓叶，你们说为什么？被称呼为洛水姐的女生，看着也是20出头，相貌普通，但身材却非常好。蓝色牛仔裤配一条白色体恤，低声笑道：若有不服，镇压便是了。难道叶都长跟叶枫有关系？周元惊讶道。昨晚顾七绝言，谁想当自己小弟，必须拿叶枫脑袋过来投靠时，也被在场的觉醒者拍了视频，放在抖音上了。张洛水点头，他没能出现在这里，已经说明问题了。听叶都常说，昨晚他力战诸魔时，极限战力在850，暴增几次后达到接近4000，不知道现在有多少。张峰道，想必也破万了吧，希望他别来惹我们，不然只能干掉他。周元眸内露出一抹狠厉。新闻发布会还有半个小时开始，叶都长等人还没来，他们暂时也只能等着。知晓官方要把3万觉醒了军徽之力的正规军，以及许许多多的觉醒者给他们管理，三人的优越感便无限的膨胀。换作以往，想都不敢想。顾七绝所在的公寓内，他已经将8件金宝都滴血认主，其中金色光球类似眼泪的金宝，金色的小珠子，金色的小漩涡，认主后进入他体内都隐藏起来。那座金色的小门户和顾七绝的混沌空间很相似，当意识穿过门户，是一个金色气体弥漫的空间，不仅能储藏东西，还能吸收里面弥漫的金色气体修炼。而那个小盒子则是一个重力训练空间，能随意调节重力，没有上限。那一枚金色的小印附着在他的心脏上面，一旦将之激活，战力能瞬间翻倍，还不知道能持续多长时间。金色的小瓶子只要往里面倒入水，居然能化作一种能够治理伤势、恢复体力的金色液体，而且容纳量非常之大。顾七绝灌水了10桶水进去，都没有装满。厉害，都有妙用，就是不知道隐藏在我身体里面的那几件异宝都有什么功能。一一探查完其功效，顾七绝惊叹，然后又感到压力山大，低声自语，突然出现那么多金宝，说明下一个夜晚再次出现的邪灵、恶灵会很恐怖。叮咚，这时手机信息提示音响起，顾七绝拿过来一看，露出一丝不耐烦。只见还是林妙云发来，你是提前知道头像能觉醒，所以才换头像的吧？顾七绝回，是又怎样，不是又怎样，以往在学校里我们说的话都不过几句，真不知道你怎么会想起我。他心中没半点波澜，并未觉得这个女人是喜欢自己。人生有3大错觉，他喜欢我，我能翻盘，后面还有更好的。顾七绝从来没有过这种错觉。果不其然，接下来对方的信息印证了顾七绝的想法，以往确实没想起有你这个人，当时正好在通讯录找人，看到你的名字，看到你高中一直用到现在的头像换了，只是好奇的问了一下，别误会。顾七绝没有再回信息，跟这样的人聊天，在他眼里是浪费时间。放下手机，脱光衣服，祭出重力宝盒进入空荡荡的100平方空间，不见任何一件物品，只有一个重力增减屏幕。顾七绝直接上100倍重力，一声轰鸣，恐怖的重力压落，顾七绝身体一震，整个人一个踉跄，呼吸都不太顺畅，硬撑着按照龙珠中卡卡罗特在重力室内的训练方式训练自己，遍体鳞伤之后就服用瓶子里的金色液体恢复，一遍又一遍，半死之后就服用金色液体。赛亚人的基因，每次受伤恢复实力都有所提升，饿了就从混沌空间内取出食物大快朵颐，再接着训练。盒子内的时间流逝并不一样，顾七绝在里面训练了7天，能承受300倍重力出来，外面才过去半个小时。这时候开着的电视机传来上都新闻发布会开始的声音，赤露着身体的顾七绝，8块腹肌，肌肉线条完美，在盒子里训练1个月，头发都长长了不少。听到电视机内传来的声音，坐在沙发上，打算先看看这所谓的新闻发布会，再去洗个澡。他现在的战力绝对突破10万了，金色小瓶子给他带来的好处简直不要太大，几乎全是他的功劳。期间有一次，顾七绝险些被自己的攻击干掉，吞下一口金色液体，立马就生龙活虎，